历史高材生穿越成为李元芳，从此神探是我。狄胖子，跟我混吧，给你升职。干什么？来，这个案子，任杰你怎么看？真不敢想，我已经穿越成大唐李元芳3个月了。我记得这时候的皇帝是李治，要不是我大学学的历史专业，可能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。好了，今日的课业就到这里，放课。现在狄胖子还没有发迹，大腿是抱不上了。想要在这个时代好好活下去，可得要好好谋划一番。进入学馆学习，只是结识权贵的第一步。三郎，我们要去打马球，你跟来。大兄，我不想去。可惜这么久了，愿意理我的也就这么一个康达，还是个被霸凌的主。整日苦读，学成个书呆子。尤其带他过来。都是康家的兄弟，你身为兄长，不应该真更加照顾自己的兄弟吗？瞧你对自家兄弟的语气。让开！元芳他们是来找我的，你不要滚！你最好别多管闲事。你也滚！区区田氏儿不知天高地厚，敢在康家面前放肆，还敢出言不逊。走你！好霸道的绝底劲！幸好我用系统给体质加了点，不然我还真顶不住这一下。野小子，别仗着有几分蛮力就敢放肆，大郎一张帖子便能拿你去衙门里问话。哦，大郎之父正是我臧县康少府，分押法曹，鸡凶捕盗，惩戒不良，难道拿不得你这田舍？不得无礼！我康猛一向敬重剑勇之辈，阁下应我豪迈，未请教。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，配合的不错。历史高材生穿越成为李元芳，被人当泥腿子欺负，没人知道我用系统修改了家世。大家看着官差找我，以为我犯了事，却没想到是魏国公李靖府上的人要我认祖归宗。三郎，你回去不会被收拾得更厉害吧？有阿娘在，阿娘会保护我。元芳大兄很霸道的，你还是避一避吧。放心，他奈何不了我。走。好，阿爷从小就教导我们，得人者昌，失人者亡。三郎能交到这样的友人，为兄很是欣慰啊。谢大兄称赞。我要赶快回去看看系统给我重新改的家世。大郎，那田氏儿自恃勇武，折损我等颜面，就这样放他走？我们跟上去吧，这次有了防备，定能给他一个教训。不必如此，你们去查明此人住处，备份厚礼，送入他的家中。这还不快去！三郎性格柔弱，有人极少，我身为兄长，岂能不关怀一二，替他把关？阿奴明白了，请大郎放心，我等一定展现诚意，让那小子为大郎所用。不是嫡长子，却总要处处压我一头。这次11月的贡举，我势在必得。刚走到门口，便有一位汉子站在了2人正前方，腰间佩戴的鱼形制服随着摆动。你可是李元芳？宫中禁卫。大郎，那田氏儿，那位小郎君的身份不简单。发生什么事？那位小郎君刚刚出学馆门，就遇到了一队从长安来的宫中禁卫，为首的牵牛背身认出了他，要带他回长安认祖归宗。荒谬！圣人从未来过陇右，皇族宗亲岂会流落到我凉州？他不是皇族宗亲，他是陇西李氏子弟。陇西李氏怎么可能？庶出？不是嫡系。那位牵牛背身说，他的祖父是魏国公。魏国公？不会是魏国公李靖？历史高材生穿越成为李元芳，从乡下泥腿子直接变成魏国公李靖的嫡孙。原本看不起我的官差，都直接成了我的狗腿。你是李公嫡孙，今魏国公之子，家中排行第6。哎呀，舒服了，这才是我想要的家境。不愧是李公之后，换做常人早已大为失态了。六郎既然喜怒不形于色，六郎，你父亲也是有缘故的。我知此事突然，六郎一时不适，倒也无妨。我要为圣人办差，过些时日来接你。多谢丘背身，你我两家乃是世交，我昔日又受李公大恩，喊我丘叔吧。我准备了些衣物，六郎不要推辞。长者赐，不敢辞，谢丘叔。好，这些时日我托付安县尉照顾你，你若想立刻去长安，他会帮忙安排。邱英将事情告诉了肥头大耳的安县尉，随后便骑马离开。果然不立刻去长安是正确的，刚刚还被抬出康县尉威胁，现在爽！盛夏李元芳后，不少人用羡慕的眼光看康。为何会这般？此时系统的面板也发生了变化，名望默默无闻，凉州名望小有名气，凉州成就点加10。原来成就点会根据影响力变动啊，也算是第一桶金到手了。元芳，你以前埋头走路比我还孤单，今日心智盎然，果然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吗？那是自然。李元芳与康达分开后，来到新的住所。两位武侯辛苦了，接下来多蒙照顾了。阿郎尽管吩咐就是，我们怎敢受此等厚礼？称阿郎太见外了，叫我六郎吧。使不得，
哎呀，你看我这手怎么就不听使唤？谢六郎赐。近来城中有什么事情，通知我一下。我这人喜欢凑热闹。是，六郎尽管放心，有热闹定会说一声的。历史高材生穿越成为李元芳，通过系统成了李靖的嫡孙。刚学了新武术，就赶上与吐蕃使节的马球赛，开场输了摔跤。看我李元芳如何下场赢回大唐的面子。师傅，我回来了。李元芳将发生的事情经过告诉了雅叔。今日练李广攻娴静。师傅，请接招。再来。就这样，两人打了3分钟便结束了打斗。尚可。师傅，那教我点新招呗。这不是元芳的招牌兵器吗？师傅，这是什么武器？这是链子刀，我传你流域百胜劲。宋武帝流域。李元芳就这样练了5天。六郎，我们与吐蕃使节团又要打马球赛的，这次还是公开较量。马球有什么好看的？这种比赛不能小看，是大国之间软实力的较量，也是很重要的事情。如果是这样，明日我必去，有劳了。第2日，李元芳准时到达了马球比赛现场。元芳，我刚刚去你家中，你不在，我就猜你也来了。李小郎君，同行如何？好，3人一起走入马球场。康达和康猛坐到了最后一排。元芳，你应该去第1排。不必着急，不是我的位置，坐也坐不稳，该是我的位置，跑也跑不掉。马球赛什么时候开始？不急，先热热场子。夏普在球场中央铺了一块巨大的毡毯。撞！历史高材生穿越成为李元芳，作为神探，身边总会有奇怪的事情。跟吐蕃的球赛还没开始，球队队长就离奇自杀。好，我们凉州不会又输了吧？看着吧。同业两晋，有子造诣，天赋不错，胜负已定了。我们赢了。输了，对方是有备而来。怎么会？旁人不过如此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反贼也修炼了2种劲力，第2种是佛门所传，光明无量劲，少林达摩劲。不对，是禅修涅槃劲。吐蕃胜。热场结束，马球赛就要开始了。福哥呢？让他带队准备，这场给我放开手脚，狠狠打。没想到吐蕃藏得这么深，不知马球队里还有几位练涅槃劲的好手。无妨，打马球不只是依仗蛮力，还要看策略。有福哥作为领队，足以将这些胡奴玩弄于股掌。什么？福哥怎么会？我去问问。福哥死了。怎么回事？他此时受不了压力，上吊自杀了。衙门的仵作都赶来了。压力太大，崩溃自杀。该死的契丹奴，懦夫行径，害苦了我们啊！这下要输了。佛伦在任，你这胡奴可敢亲自下场与我一战？这是要激对方亲自下场。你敢辱我？这场我来打。小心是唐人的陷阱。是唐人的诡计又如何？我将用强大的实力给予唐人真正的羞辱。历史高材生穿越成为李元芳，想跟使节打马球，居然收到怀疑。来，先随便秒杀一个大力士给你们瞧瞧。不出动专业马球队就还有机会，我们只上5个人，再度打乱对方的战术。明白，我来选人。马球队上线10人，下线不定，让对方掉以轻心，还是有希望的。让康大佬来，他一身武艺不俗，可以对抗吐蕃。安郎君让你上场，是看中了武艺？5人成队，身体的对抗更加激烈。我打马球的技术平平，但勤练绝底劲和弓弦劲，是能一战的。那把这个机会让给我，如何？六郎在学府都能打败游七，可能更有希望呢。六郎，你有信心打败吐蕃？元芳，事关我大唐荣辱，要慎重啊！大唐人不骗大唐人，我既然请战，肯定是有几分把握。马球我是不太会打，但是打人吗？我是专业的。李六郎，他来凑什么热闹？纣的侍卫不知天高地厚，打发他便是。2位看中康大朗勇武，恰好我对武功也略通1、2，毛遂自荐，还请这位力士配合一下。大郎，既然李小郎君要向你讨教，你就指点他几招，注意收着点力。是，小郎君请。雕虫小技也敢班门弄斧，大威天龙。请一定要加入我们的马球队，此战得六郎，大胜可期。哈哈，还望李六郎助我等一臂之力。李小郎君，这头狮子葱你能驾驭吗？行，
就他了。历史高材生穿越成为李元芳，遇到吐蕃想要虐大唐的马球，看我如何不进一球也能赢过吐蕃球队。众人整备完成，双方陆续入场。怎么只有5个人？哈哈，我们大唐男子只上一半也血月凡贼。想要为失败找借口吗？无用的把戏。你们随我来。大唐晚上，有些观众疑惑此人是谁。康蒙解释道：“这是李六郎，祖父是我大唐英雄，灭了突厥和吐谷浑的李公。”好啊，将门胡子，狠狠的打波狗。此时李元芳的系统面板闪烁，名望小有名气，凉州名望名声鹊起，凉州成就点加5名，2队就位。凉州在李元芳的带领下连赢4局，系统面板也在不断的变化。名望无名之辈，大唐名望名动一州，大唐成就点加200。我们要求暂停休息。唐人，你等着。提升的这么快，1万点穿梭世界也是个小数目而已。李元芳选择将成就点换取10连抽，最终选择了动物之友蓝，别人家的孩子蓝，薛定谔的神探天赋异界来客，已使用动物之友生效，别人家的孩子会生效，薛定谔的神探会生效。元芳，不要跟他们硬拼，我们已经占据巨大优势，正常打下去必胜。放心吧，行百里者半90道，我不会大意的。这次就不替吐蕃光头了，让他们进几个球也行。好，我们赢定了，赢定了！想杀我的马？殿下，接下来围攻可以先废了对方的坐骑。好，我们必须在大唐进10个球之前，逼迫这个人退场，才有取胜的机会。正愁没有施展天赋的空间，这不就来了吗？历史高材生穿越成为李元芳，一人虐翻吐蕃马球队，吓得吐蕃整队人一场比赛没打完就举起白旗认输。对方拥有这样的骑马术，为什么刚刚会被我们合围？他刚刚应战是为了消耗我们的体力。殿下，此人与这群凉州人都不熟悉，恐怕是大唐特意派来此处的，我们中计了。不如停止比赛。你是说我们认输？殿下，这不是认输，是看破了唐人的阴谋，勇退以避三灾。你们说的没错，唐人弄坏，阴谋久蓄，我不能一错再错。这场比赛不甘约定内，是你们唐人的阴谋，我吐蕃拒绝承认。改日我们的勇士会堂堂正正的打败你们。随后吐蕃人便都撤离了马球场，凉州人都愣在了原地，看着对方离开的方向。直接认输了可还行？都督，吐蕃为李元芳之威，主动认输了。哈哈哈，好，李公之后，真归玉也。李六郎人在何处？我做长辈的也该见一见他吧。我来10场内外正在狂欢，都拥住李六郎。当时听着是要去醉香楼庆祝。哈哈，那不急，让这小郎君好好放松放松吧。醉香楼的包间里，欢乐的载歌载舞。元芳可要好好学一学，不然贵客邀请跳舞，不能接上就太失礼了。学好了跳舞，他日得圣上享招，也能义武谢恩。承兄吉言。我看元芳是舍不得美人怀抱，才不乐意跟我们共舞吧。那你们还挤在这里？博金美艳，血男贴心。我刚刚才得知元芳还与武叔有约，要到府上做客，正好一见我族中小娘子。安县尉对我照顾良多，我一定赴约。不能厚此薄彼啊！元芳，你要来我家府，我有不少好妹妹，兰芷馨香，才色兼在。历史高材生穿越成为李元芳，刚赢了球赛，居然有人在庆功宴上喊冤。我来看看，不错，此事必有蹊跷。福哥不是自杀，不是自杀，请为我夫郎做主啊！是我等的不足，扰了郎君的兴致。罢了，那位是福哥的家眷，将他好言劝走，不要动枪。福哥可惜了。下一刻，外面传来了响问：“阿郎，为我夫做主啊！”这妇人烈性，元芳，我御下不利，让你见笑啊！夫郎不幸，情绪激动，人之常情。让他进来吧。丽娘拜见阿郎，请为我夫做主。不必如此，你起身说话。你刚刚有言。福哥不是自杀，为何有此想法？我夫郎昨日还自信满满，对妾言必胜吐蕃，怎可能一夜之间寻了短见？他是被人谋害。骤然面对万众瞩目的大赛，被压垮了也不奇怪，在妻子面前只是伪装罢了。我夫不是强称，这是他写的日录，请阿郎过目。这篇真是他昨日所写？是，绝不敢欺瞒阿郎。怪哉！未曾想福哥竟写的一手好字，笔锋刚劲，一气呵成，这不是要寻短见的人所能写出来的，却是好字。丽娘，你认定福哥是被他人所害，可有怀疑对象？妾不敢乱言。
福哥身死的屋子是球队休憩备战之所，只有我凉州队的队员可进，尸体也是同队的史明发现的。如果福哥不死，胜了吐蕃，在这里受恭贺的正是他们。如果因为福哥身亡，他们失去了这个表现的大好机会，你觉得杀害你夫郎的凶手会是他们？阿郎，切怀疑一人。说吧。这是史明，我夫郎视史明为兄弟，此人却狼心狗肺，暗怀不轨。前些时日来家中做客，还与轻薄于我，被我呵斥后泱泱离去。历史高材生穿越成为李元芳，看着世家子弟破案，真想忍不住大喝一声：破案就破案，莫行曹贼之事。真有此事？妾愿与之对峙，妾怀疑他心怀恨意，不想夫郎大声吐蕃，荣耀加身，才暗中加害，伪造自缢。请为我夫做主。妾还有一个证据，我夫郎每次打马球，在马鞍后扣的得胜节手法是妾教的，与众不同。如果他真的自寻短见，肯定也是用这种惯用的绳结，而旁人伪造用到的绳结肯定不同。可以找仵作确定此事，绳索还有保留。好，此事必须速速确定，我可不想我的马球队里藏着这般奸恶之徒。去将史明带来，不，将整支马球队都喊来，再设一夜。我一定查个水落石出，不能让无辜者含冤而亡。谢阿郎。这案子有点意思。天赋薛定谔的神探，生肖智慧3，大聪明智慧13，大聪明。马球队很快赶到了现场。禀郎君，福哥除了颈部绳索一痕外，没有别的外伤痕迹。尸体脑袋下垂，面色惨白，眼珠怒突，舌头长伸。行了，你就讲重点，他有没有可能是被人谋害？不可能，一切符合自缢死状。你不用害怕，即便误断，也不是你的责任。如果别人杀害福哥后，再伪装成自缢的假象，可以办到吗？可以办到。很好，你来看一看绳结。不是我教夫郎的那种，我教的在日录里有画。还真不是。好啊，好啊，将史明带过来。阿郎，请不要责怪福哥，我们愿意替他受过。我记得你是最初入队是受过福哥举荐。历史高材生穿越成为李元芳，看到世家子弟破案，把冤案破成更冤的冤案，且退开两旁，此案定有蹊跷。不想阿郎还记得，正是如此，我一直将福哥当成兄长，心怀感激。那你是不是以为福哥死了，我会将领队的位置交给你？不敢，不敢。你还有什么不敢的？你看看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绑得胜钩的绳结啊，为何触怒了阿郎？福哥就是用这条绳子上吊的，你第一个发现他的尸体，怎么现在不认得了？你是福哥为兄长，亏你说得出口，你谋害福哥，害我们凉州险些败于胡奴马下，受尽屈辱。你这种寡廉鲜耻的卑劣之徒，万死难辞其咎。冤枉，我怎么可能杀害福哥？我过去时，福哥已经吊死了。可福哥自杀所打的绳结却非他惯用，变成了你习惯的得胜结，你怎么解释？阿郎明鉴，这种得胜结别人都会，凭什么污到我身上？那别人也调戏丽娘，对兄嫂不尊吗？我只是说了几句狗屁话，一时糊涂。是他勾引我的，他趁福哥不在，对我勾勾搭搭，我一时忍不住。把他给我拖下去，关进县牢，请康县尉严加审讯。请放心，我阿爷一定会秉公办理。蒙腾，你去押送他，别出意外。冤枉，冤枉，阿郎，我冤枉啊！你夫郎的冤屈我会宣告全城，为他洗刷，让福哥不再背负着懦夫之名死去。哎呀，多谢阿郎，多谢阿郎。福哥，这下你可以安心的去了。汝妻子我养之。醉香楼门前，大家互相告辞，尽兴而归。倒也不必着急分别，我正好要找你们，将林武作唤出来，再问几个问题。凶手不是已经抓到了吗？历史高材生穿越成为李元芳，看到冤假错案，怎能袖手旁观？看我直击要害，成为大唐第一神探。很遗憾，以我之见，凶手并没有伏法，此案必有蹊跷。三人将林武作约在了面馆里。此间只有我们4人，我希望林武作给出一个准确的判断，福哥到底是不是自杀身亡？回小郎君的话，以我仵作20载的经验，却是自缢而死。可你刚刚在厅内不是说，有可能是别人杀害福哥后，再伪装成自缢的假象吗？我是说可以办到，但在短短的1刻钟的时间内，不是故意欺瞒，是安郎君心中已经有了判断，我实在不敢嘴硬。时间短暂伪造可以，却布置不出那么完美的现场，对吗？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请康小郎君恕罪。你也难啊，
别担心，我没有怪你的意思。当然，我见识低浅，天下之大，或有人能做到这样的事情，终究不能下断言。刚刚史明的表现你也看到了，他会是那样的能人。我也奇怪，却不敢多言。史明不像是能杀害福哥、伪装自缢的凶手。福哥死时失禁了吗？自缢之人因为身体松弛，在尸体下方往往会出现大量失禁秽物，福哥也不例外。那发现福哥尸体的史明身上有沾到秽物吗？没有，他离得很远，根本没有靠近。福哥待他极好，此人竟如此凉薄，这倒是人之常情，不能苟责。不过若史明是凶手，出于伪装，他应该会抱住尸体吧？大朗倒有法曹的天赋，假设史明杀害了福哥，双方接触难免会留下痕迹。他如果毫不嫌弃地抱住尸体，事后就算被发现，也无法作为证据。这也是凶手常常冒充尸体第一发现人的原因。那这么说，我们冤枉人了。以上都是间接证据，还不能下断言。历史高材生穿越成为李元芳，作为未来大唐第一神探，遇到冤假错案，我瞬间找到线索，马上就能锁定真凶。以上都是间接证据，还不能下断言，只能说史明杀害福哥的可能性极低。05座在来醉香楼之前，你见过福哥的遗孀丽娘吗？见过，我收敛了福哥的尸体后，将他送往县衙途中，丽娘就追了过来，问明情况后，他眼中满是愤怒，恐怕在那个时候，他就怀疑是史明杀害福哥了。愤怒吗？这位娘子敢冲击醉香楼，冒着触怒高门贵人的凶险，为夫郎证明福哥家有贤妻，可惜呀。多谢05座。大朗，带我去见一见史明。现在。好。康郎君，我是冤枉的，救我啊！此次是李六郎前来看你，你老老实实的回答他的话，或许可以保住一命。逼得吐蕃投降的李六郎，六郎，你是大英雄，救救我，我真的冤枉啊！一味喊冤，别人是不会理你的。现在你自救的办法，就是老实回答我的问题。丽娘和福哥的夫妻关系如何？他真的有勾引你吗？丽娘并没有勾引我。10天前，福哥请我去他家中饮酒，他压力很大，喝得又快，先醉倒了。我当时也喝了不少，见丽娘美貌贤惠，一时鬼迷心窍，忍不住轻薄了几句。但还没等我动手，他已是厉声相和，我怕惊扰到福哥，就匆匆离开了。你还想动手，真是活该。除此之外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福哥近来心情烦闷，与丽娘似有不和。夫妻之间总有些矛盾，这很稀奇吗？历史高材生穿越成为李元芳，没有朝廷文书，我却直接安排不良人准备击凶。康郎君有所不知，别的夫妇或许如此，但福哥和丽娘是真的恩爱非常。你又是如何知道的？福哥独爱丽娘一人，从不寻花问柳。丽娘不仅勤劳简朴，还打得一手好马球。福哥的马球技巧就是丽娘教的。最后一块拼图找到了，凶手就是那个人。福哥和丽娘成婚多久了？有孩子吗？他们成婚至少2年了，还没有孩子。没有长辈催促吗？福哥是契丹人，从瀛州而来，丽娘是本地口音。4是遇到了匪患家人遭受不测，两人家中并无老人赡养。那他们办理了我凉州的户口手实吗？福哥成名后，阿郎为他们夫妇办理了手实，报给了户部。大兄，福哥到底是怎么死的？我也不太能够确定。何进，你去帮我查一查福哥和丽娘的户籍。请六郎放心，户籍就在县衙内，我这就去。可有纸笔？小郎君请稍后。这不是福哥日录里的德胜杰吗？大郎，我想向你借一位办事得力、擅长轻功的不良人。这恐怕……大郎，我知道你在顾虑什么。你若信我，此事办成，令尊有大功劳。好，三人再次选了一家餐厅。不知大郎相唤，有何要事？这是我父麾下最得力的不良人，六郎有什么事尽管吩咐。你的目标是吐蕃使节团的马球队，我要你对比一下他们马鞍后面的德胜节，有没有和这个相似的？六郎，我拿到户籍了。历史高材生穿越成为李元芳，遇到冤假错案，神探附体的我直接找到线索，到兄弟家里缉拿真凶。难道说真相只有一个？再精妙的伪装，想要做到天衣无缝也是不可能的。去通知康县尉吧。明白。见过李小郎君，三郎，你交了个好友，为父的前途就看这一晚了。随后众人浩浩荡荡的来到了福哥和丽娘的家中。康县尉，你不速速提审史明，查明福哥的冤情吗？来此作甚？安兄，白天我们还并肩同战吐蕃，今夜却要得罪了，拿下他。
我看谁敢放肆。龙有龙图，蛇有蛇道，果然不能小觑。元芳，我视你为友，为何如此对我？事急从权，为了保护安兄免受凶手胁迫，这是无奈之举。此事之后，我亲自向安兄赔罪，但今夜凶人必须拿下。你们到底要做什么？这里是凉州之地，你们胁迫安郎，官府是不会放过你们的。他们就是官府中人，这位康县尉正在审理你夫郎的案子。啊！少府万福，民妇不知少府驾到，失礼之处还望赎罪。不知安郎犯了何事？妾人卑言轻，不敢妄言。可安郎绝对是正人君子，望少府明察，不要冤枉了好人。丽娘，之前还是阿郎，现在就变成安郎了，称呼的真亲热啊！元芳，你难道也对丽娘？历史高材生穿越成为李元芳，好兄弟的老婆成了嫌疑人，然而好兄弟却处处为了这个女人处处解释。无奈之下，我只能从头开始给这个好兄弟解释什么叫真相。我可不敢接近蛇蝎心肠、逼死亲夫的女子。无言，丽娘怎会逼死亲夫？因为在醉香楼上，他所说的话没一句是真的。哦，除了史明那个卑劣的家伙确实想要调戏他。九假一真，偏偏这一真构成了整个故事的核心。仓促之下能想出这个计划很厉害。不知李小郎君为何有此误会？我所言句句属实，绝无虚假。没关系，你的破绽我会一个个指出来。第一个，你为什么去醉香楼？你在半途截住林武做询问了情况。既然知道找仵作手中又握有日录和绳结，为什么不直接去衙门向负责此案的康县尉呈上证据讲明一点，而选择去醉香楼呢？我听夫郎生前有言，安郎君深明事理，体恤下民，才会去寻他证明夫郎的清白。很好的借口，可惜无用。大郎，你在得知福哥死讯，意识到我们要输的时候是怎么称呼福哥的？我乃石马他契丹奴。一刻钟前，你对福哥颇多夸赞；一刻钟后，你就斥他为奴。就因为福哥自杀，陷凉州于绝对的不利，你恨极了他。这样的改变是人之常情。丽娘，你又凭什么用安中进曾经对福哥的态度去推测当前呢？妾见识浅薄，一时间没有想那么多。你的见识可不浅薄。你在醉香楼上表现得十分冷静，思维条理清晰，证据层层递进，哪里是寻常民妇能比？而越是冷静的人，越不该把洗刷夫郎冤情的希望寄托在一群世家子身上。一边是被夫郎自杀连累，险些与敌国比赛惨败，喜怒不定的贵人；另一边是与此事无关的法曹县尉。换做你会选择哪个？元芳之意，丽娘利用我。历史高材生穿越成为李元芳，作为神探，别人查嫌犯，我来查嫂子。很遗憾，确实是这样。丽娘之所以不随着仵作去衙门，而是跑向庆功宴，是因为金鱼断案的康县尉要一步步审查，很可能发现蹊跷。而安兄年少情志，一旦厌恶一个人，罪名就是他的。比如行为卑劣的史明，当你们定了罪，这案子就会被办成铁案。康县尉想必不会冒着得罪诸位贵人的危险，再去寻找其中的破绽。我还是不信，他取出了福哥的日录，又有得胜节，证据属实，这又怎么解释？那本日录就是第二个破绽。你识字吗？书法如何？夫郎练字时，顺带教我，粗通一二。谦虚了，你能从笔记上看出福哥自杀前一天的日录，还是情绪饱满、自信奋进？这又怎是粗通？必须要对书法有一定的鉴赏能力才能办到。你一副农妇打扮，姿态卑贱，却又将日录的笔记作为你夫郎不是自杀的证据，这种矛盾感你自己恐怕难以察觉。同样的，安兄往来无白丁，不通文墨的乡野赤贫是很少见到的，也忽略了这点。而我之前偏偏很穷，接触的人里面可没有你这么古怪的。那本日录不是福哥写的，是你写来给福哥作为学习教材的吧？那是丽娘的日录。这是你的第三个破绽。你看看这2页字，发现了吗？字迹没有变化。如果福哥是个契丹贵族，他会写一手好字是有可能的，但根据户籍来看，他并不是，只是一个逃民，入凉州后贬为奴籍。而你丽娘祖籍写的是并州，但我从你嘴里听不到半点并州口音，凉州口音倒是很标准。你不能把祖籍写在这里，因为身份上会出纰漏，只有选个远的地方才不容易被查。当然，你现在也可以用一嘴标准的并州话来反驳我。不能再让他说下去了，再说下去暴露的就太多了。你要把福哥的死栽赃到史明身上，只凭他曾经调戏过你，显然还不够。于是乎，你想到了得胜节的扣法，上吊自杀是要扣绳节的。历史高材生穿越成为李元芳，遇到的第一桩案子就用链子捆绑了好兄弟的老婆。有鉴于日录的主人从你变为了福哥，当你提出绳结的证据时，所有人都被你骗了。你用一个假证据，既证明了福哥没想自杀，
又证明了史明是真凶，一石二鸟，太高明了。但人都是有根的，你如果是我设想的那种身份，绳结自然也会露出蛛丝马迹。果然，我让人去吐蕃使节团的马球队获得了证实，你的那个得胜结就是吐蕃人惯用的绳结方式演变来的。去死吧！六郎小心，来得好啊，还真是配合啊！正想找机会让丽娘暴露身份，果然上当了，不枉我风骚走位，离开不良人的保护圈。好险，差点就被一刀穿心了。不对，这个劲力有古怪，怎么会有这么难缠的劲力？简直就和海浪一般，一波接着一波，根本没有喘息的机会。这是什么劲力？哈哈哈哈！我的百圣镜入门了，没想到研究了这么多天，居然这时候领悟了百圣镜。看刀！不行，不能再拖下去了，管他什么劲力，先砍了他。专诸于长劲，没想到你居然学的是我中原的武功。别挣扎了，束手就擒吧。还要挣扎吗？不行，绝不能落到他手里。历史高材生穿越成为李元芳。什么？你们不相信凶手是我嫂子？那可是我亲嫂子。来来来，我给你讲讲这是怎么回事。现在可不是你想死便能死的了。丽娘，你到底是谁？安郎，事到如今，你还猜不出来吗？亦或是被妾迷了心，不敢往那方面想？我是吐蕃人，是个暗谍。你既是吐蕃人，福哥都已经被当成自杀身亡，又为什么要为他洗刷冤屈？原因很简单，福哥的死亡被定为害怕输给吐蕃，畏惧自尽，成为了一个懦夫，一个罪人。身为福哥的遗孀，他的名声跟着一起臭了。明明有姿色有本领，却难有人理睬。如果是正常情况，丽娘完全可以一走了之，改头换面后用另一个身份融入大唐。但侄子两国交战之际，吐蕃接下来的目标又是陇右，他应该是被要求继续在凉州潜伏。为了不让原本苦心经营的关系作废，丽娘就要先洗去福哥的恶名。恰好通过仵作，他得知了最后发现福哥尸体的是曾经心怀不轨的史明，一个颠倒黑白的大胆计划就酝酿成型了。那福哥为什么要自杀？福哥自杀不是因为畏惧吐蕃，害怕赢不了后崩溃而死，恰恰相反，是因为他可以赢，但平日里深爱的妻子却要让他输，而这一输，他这些年的努力都将付之流水，好不容易得来的地位与荣耀，统统毁于一旦，展望的美好未来再也无法到来。最终，福哥在绝望下自杀。历史高材生穿越成为李元芳，刚办完一个大案，大聪明就变成了大聪明，只要有案子，我就能加智力。你要信我，你要信我啊！你教福哥打马球，是为了让他凭借这个能力跻身凉州上层，与高门士族的贵人子弟往来。但没想到有朝一日，他会代表大唐，与吐蕃使节团的马球队一决高下吧？是啊，我更没想到的是，上面对区区一场马球比赛这么重视，一定要我阻止夫郎取胜。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使节团若能在凉州大出风头，自然有利于局势。由小见大，不得不争。所以你到底怎么发现我的身份的？当我看出你的种种疑点时，就怀疑福哥是被你逼杀。你作为他的恩爱妻子，却要逼死夫郎，获利最大的是哪一方？无非是吐蕃使节团，将你与吐蕃联系到一起，就很正常了。这正常吗？安中进给吐蕃暗谍办理手时，虽被蒙蔽，但罪不可少，需秉公办理。带他下去。是。天赋薛定谔的神探未生效，智慧13大聪明，智慧3大聪明，成就点137，提升属性。不对，先提升颜值。事情结束，我回去睡觉了，明早还要起来练功。诸位告辞。后半夜，裴思简得到消息，匆匆赶来。康县尉将事情经过交代了一遍，便交由裴思简处理。哈哈，我的元芳侄儿如何？难怪你如此欣喜，你的侄儿可谓是送了一份大礼。有了这吐蕃暗谍，就能向圣人交差。若是能挖出他背后的上事，你们那位的此大功，可在立于朝堂之上了。你们那位听你此言，是不再认自己的身份了。我已垂垂老朽，你也再非壮年，是该考虑下一代了。你是说元芳？他还未籍贯就有这般才干，若入内卫，未来定能扛起大梁。好好培养他吧，大唐的将来是这些小郎君的。历史高材生穿越成为李元芳，没想到我在大唐也能走后门混上编制了。这个时间会是谁？师傅，你怎么了？秋叔，你办完圣人的差了。这事还是多亏了你，我们进去说。我此来是奉圣人之名，彻查吐蕃打入我大唐内部的暗谍奸碎，
结果刚刚摸到些头绪，你就替我拿下了一位，哈哈。是丽娘。六郎，我不仅仅是牵牛背身，还有另一重身份。我还是那位阁领，负责侦查缉捕外地谍子，护我大唐安危。那位，我那位的第一位大阁领是齐国公长孙胜，他趁着突厥内部政权鼎立，远交近攻，离强和弱，以夷制夷，最终将突厥成功分化为东西两部。在这个过程中，那位成立专职收集诸番情报，远近皆明。突厥内部自乱，饥荒大灾，到了焚谷为粮的地步。隋朝不废兵卒，解围边境，我那位功不可没。怪不得有这个印记。我那位的第二位大阁领是安邑县公裴举，他进一步分裂突厥，在王帐安插谍系，同时经略西域，打击吐谷浑，乃不逊于齐国公的杰出人物。那第三位大阁领是前赵国公长孙无忌。邱英给李元芳解释了那位的事情。邱叔，你对我说这些，不会是要……元芳，你愿意加入那位吗？你抓捕吐蕃暗谍已经立下功劳，入那位后可直升武德尉，不必走吏部全选，得封九品武散官，任用校尉。当然有兴趣啊，其实官不官的不重要的，主要是帮邱叔。不过真的不用走吏部筛选吗？没想到你还是个小官迷。那位向来直接受命于皇权，别说吏部，就是三省也管不到我们，只是名额稀缺，必须立下大功才能晋升。元芳有奇才，那位之路正适合你啊。历史高材生穿越成为李元芳，大早上被历史中的杀人疯子邱神记堵在家里，遇到这个神经病。什么？你要跟我混？元芳天赋异禀，武功过人，我那位还存有各家真传秘典，定能助你更上一层楼。邱叔，我想考虑一晚。好，我等你的回应。师傅，你曾是那位中人吗？你教我的那些武学真传，都是来自于那位的收集。一入那位，你将再无回头路，或有一日也会变成我这样，你要思虑清楚。我不畏惧危险，不过伤害师傅的人，我会报仇。我是被突厥人所伤，突厥已被你祖父所灭，仇已经报了。还没有结束，用不了多久，突厥就会死灰复燃。师傅，我回去睡觉了，养足精神。第二一早，李元芳刚出门就被邱神记找上。昨夜听三叔夸赞六郎，本以为不免有些偏颇，然百闻不如一见，六郎连一杯剑前手都能如此礼遇，自然能成大事。邱神记见过李六郎，见过邱兄。三叔让我来送官服，还望六郎见谅。官服？那位任职，但凡确定，一切从速。六郎只要点头，户籍马上就会抽调出姑臧县，送往长安定官身品级。这边市级从权，稍有简陋，等长安的手续办完，还有俸禄、武备、田役、宅院诸杂可领。那位是如何划分的？那位有5职，最高是大阁领，统摄一切；其次是阁领，领一方要务，可决断外族事宜；在下是机宜使，为一路指挥，应变机宜。机宜使麾下便是武德尉了，这是内卫的中坚力量，稽查捕漏，便宜行事。武德尉之下则是巡查族，为各位精锐汉族抽调选拔。武德尉发掘的案件也在其中，不受品阶，却都有立功表现的机会。看来六郎已经有决定了。恭贺李五尉解贺受散。历史高材生穿越成为李元芳，面对需要严刑拷打的女暗谍，这游戏我熟啊，交给我，让他服软，就我勾勾手指的事。李元芳换上了官服。青绿珠子，我这才是起步啊，得好好努力。邱阁领是不是换我过去？邱阁领让李五尉去内卫驻地协助审理吐蕃暗谍。好，我们走。这不是凉州攻城吗？我内卫能人所不能，驻地自然与众不同。关押吐蕃暗谍的内狱就在里面。元芳，我们快走吧。哈哈，元芳来了。见过邱阁领。李五尉，我为你介绍，这是萧凌。兰陵，萧凌，字敬堂，见过李五尉。陇右，李燕，字元芳，见过萧五尉。4人一起来到牢房。我们连夜审讯她，并不顺利。此女意志坚韧，又练有专门对抗刑罚的劲力，单纯的严刑拷打是无用的。此女举止谈吐，应是贵族出身，我们必须软硬皆施。李五尉，这场审问就由你来进行。是你，呵，这就受官了。这还要多谢你的支持。你是吐蕃哪里人？苏皮。女儿国，身为女儿国贵族，却沦为暗谍，太可惜了。任你巧舌如簧，也改变不了唐军被亲临大败的事实。吐谷浑已在我吐蕃境内，接下来就是陇右。站在个人角度，我很厌恶你这种逼死夫郎的人，但两国交战，彼之英雄，我之仇寇，实属寻常。你若能自始至终忠于国家，我也会佩服你的坚定不移。元芳，你这片刻的功夫，比得上我们一夜之功啊！此女的态度明显软化了。阁领谬赞，若无诸位一夜之功，我进去恐怕一句话都套不出来，还要多亏阁领指挥得当。历史高材生穿越成为李元芳，每天的任务就是跟女暗谍喝茶聊天，没想到还真让我聊出来一个惊天阴谋。哈哈，
你小子，你要再接再厉，问出此女的谍报上线，那很可能是一个关键人物，说不定能将吐蕃埋藏在陇右内的谍报网连根拔起。格岭，属下对苏皮也略有了解，此女狡诈，不如我和李武卫轮流提审，把握更大。行吧，行吧，一切以问出情报为重。丽娘失踪后，吐蕃一方肯定会有警觉。不过潜伏工作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那些暗谍在我大唐拥有正经身份并不容易，不会贸然放弃。趁他们有侥幸心理，定要将之一网打尽。自是如此，我去审问了。有关苏皮的书籍，我们内卫有多少？内卫总库在长安，你可以去凉州都督府调取，持有我内卫的令牌，他们会应允的。好，我想去查阅一下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你陪同元芳去，有什么杂事，鞍前马后办了，明白吗？是。李元芳和邱神纪一起前往凉州都督府查阅资料。天赋：别人家的孩子，生肖：智慧5，能熟练的回答此事必有蹊跷。智慧10，读书种子，还真是读书种子，只在读书学习的时候管用。10天后，李元芳在牢房内和丽娘泡茶聊得不亦乐乎。等一等，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，10日之内，凉州即将发生第2场凶案，这次死的会是一个地位尊贵的人。如果你能将此破案，我就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将一切都告诉你。杀人预告，破案赌约，你们怎么看？此女不可信，这是托子，她耗不住了。只要我继续拷问，保证能交代出背后的暗谍网。哼，那萧武卫若是审问不出呢？我们就这样一直耗下去吗？我认为此事必有蹊跷。历史高材生穿越成为李元芳，面对敌人的杀人预告，我直接无视。但没想到死去的高官竟然是敌国使臣。元芳之意是此女既然别有目的，那我们不妨以不变应万变。此子未来不可限量，就这么办。我们不要过度理会丽娘的杀人预告，以免落入对方的算计，陷入被动。萧武卫，你那严刑逼供也停一停。此女好不容易口风有所松动，别再用强了。是。元芳，按照你的方法逐步打动此女，邱巡查会尽力辅助你。只要丽娘态度转变，就算她最后交代不出什么，也是一位苏皮贵族，我们可以用她来好好做一做文章。是。安氏贪武，奉阿郎之命见过李校尉。何事？为答谢马求大圣，我家阿郎为校尉备了一份薄礼。未来的国家2级保护动物。这豹儿正是最好认主的时候，他们3个豹奴也有经验，保证不让李小郎君费心。我家中不方便住，请李小郎君放心，他们还住在安府中，每日来报告便是。也行吧，以后你就叫小黑吧。5日后，以武卫苏学一馆，吐蕃大使遇刺，敢暗下手段谋害我们的大使，却没有人正面与我吐蕃的勇士一战吗？我看谁敢放肆！元芳，施主这像了，正要领教唐人武学。历史高材生穿越成为李元芳，一个和尚也敢阻拦我查案。这位高僧，你是想跟我去西天，还是我送你去西天？元芳小心，明王进擅长九印，攻守兼备，迷惑心神，万万不能陷入对方的节奏。吃我一刀！好大的力道！一味防守只会陷入劣势，一定要反击。明王进，大力金刚轮印，来得好！好强的刀法，好霸道的劲力！来！又是这个该死的李元芳，一次次破坏我的计划。不行，再这样会坚持不住的。明刚金刚怒拳，能和贫僧过招不落下风的，天底下没有几人。施主很强。我叫李元芳，你呢？大轮寺鸠摩罗。今日得见大轮明王镜，名不虚传，我们再来过。住手吧！这里不是比武大会。历史高材生穿越成为李元芳，动不动就灭人满门的神经病，居然泪流满面。一个劲解释自己没杀人，我信，我真的信。吐蕃副使，你想在我大唐境内作乱吗？退下！仵作，过来验尸。僵硬不舒，死去多时。凶器刃上除血迹以外，还只有一层水色的字痕，疑似致死毒药。舌着浮台，有中毒迹象。喉间刀伤导致大出血，则是致命处。这是有预谋的刺杀，不是仓促为之。最迟见到念正史的人是谁？是你们唐人一个叫邱神纪的卫士，他说有歹人在策划凶案，自愿保护大使，却又不肯透露消息来源。哼，我看他就是帮凶，用这个借口接近正史，还能洗刷自身嫌疑。可恨我昨日怎么没看出来？你又如何能断言
秋神祭是最后一个见到大使的。到了子时，我们都已入睡，只有秋神祭守在上厅，说要加班，不是他又是谁？念正使具体的死亡时间可以缩减到子时之后吗？回都督的话，死亡时间无法准确判断，只能是昨晚。既如此，秋神祭是否最后一个见到念正使还有疑点。噶尔副使对于念正使的死似乎毫不悲伤，反倒有些快意。都督，这是什么话？我吐蕃汉子习惯如此，伤痛放在心里，难道非要做女儿姿态，当面哭泣一场才算悲伤吗？那倒不至于，只是驿馆的官吏近日有言，两位使者之间因为马球赛的事情闹得颇不愉快，噶尔副使有动机呀。你将秋郎君带过来。三叔，救我啊！裴都督在此，你有何冤屈？尽管向他明言。裴都督救我！吐蕃人为了掩饰真相，要害我灭口啊！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慢慢说。历史高材生穿越成为李元芳，看着猪队友否认了一个又一个猜想，我都想上去给他一锤。二货，再否认下去，你就真成凶手了。3日前，我收到一份帛书密报，有人要对吐蕃念正使不利，我不敢怠慢，来到驿馆查看，还真的寻到了一些盯梢的蛛丝马迹。我入驿馆禀告，念正使老成持重，听了后让我束手，以御来敌。我防卫缜密，外敌不可成。直到昨夜，念正使在书房，我于外守卫，突然听到里面惨叫，进去一看，念正使趴在岸上，血流不止，已经遭遇不测。你当时在什么位置？我就站在这里。你听到惨叫声，立刻就往里面冲，这个过程中用了多少时间？我来到2楼，大约用了30个呼吸。那时念正使脖子血流不止，已经没救了。那凶手呢？我没有看到凶手，其他护卫也陆续赶到，他们都守卫在此楼周围，但没有一个看到凶手。没有高大的树木，除了房子周围一马平川，轻功高手都难潜入了。如此说来，秋神祭早早就守在这里，周围又有10几位内卫，结果上厅2楼的念正使还是被杀了。这是一场密室杀人案。案发之前，你搜索过这间屋子没有？凶手有没有可能早早藏身其中？禀都督，我搜索过了，这是我大唐的驿馆上厅，并无密道，凶手不可能早早藏身在屋内。那惨叫声确定是念正使发出的吗？有没有可能是凶手伪装？不可能，我1刻钟前刚刚入厅内，与念正使有过短暂的交流，他那时还好好的。我问候之后就来到厅外，中途并没有离开。我正要查看线索，这群人不由分说冲了进来，乱了现场，将我拿住，诬我是凶人。还敢颠倒黑白？我们进来后只是将你拿下，根本没有动这里的一切。你刚刚说念公在厅内，你在外守卫，四周又都是大唐卫士，凶手是如何走脱的？当时我们10人把守住上厅的各个要道，凶手根本不可能逃走，他定是躲在房内，等你们冲了进来，把我们拿住后再偷偷溜走。历史高材生穿越成为李元芳，面对密室杀人案，所有人都束手无策的时候，终于轮到我这个神探出马了。真相只有一个，这案子很古怪。仵作，念正使是自杀还是他杀？你从尸体的死亡痕迹做出判断，不要有其他顾虑。我的判断是他杀。念正使年岁已高，不通武艺，体衰力弱，想要自杀，做不到如此干脆的一击毙命。如此想来，是有贼人恶意挑拨我大唐和吐蕃的关系了。无论如何，此人不能走。念公遇害，他是第一发现人，嫌疑最大，责任最大，必须留下。我会给你们一个交代。崔县令，此案由臧县衙负责，调查真凶，缉捕歹人，能否办到？能。元芳，你对此案为何如此不积极？秋叔，此案我们不好涉入。丽娘做出杀人预告，死者是吐蕃大使。如果这个消息散播出去，凉州都督府、姑臧县衙来找我们要人，我们是交还是不交呢？我倒是没想到这点。其实我也没想出吐蕃大使到底是怎么死的，想管也管不了。元芳一番苦心，我懂的。内狱丽娘牢房内，福哥下葬了吗？下葬了，安中竟命人主持了葬礼，还修了墓。福哥没看错人，这位阿郎在贵人里面是很体恤下民的。李武卫，时间到了。元芳兄，我有一事相求。不敢当，萧武卫请说。秋神祭不在了，不知元芳兄可否将审问丽娘的功劳分热我一些？我萧氏必有重谢。这恐怕不是我能决定的。我明白，但元芳兄若能向秋河令提出，他也不会拒绝。我萧氏很有诚意，必有厚报。抱歉，萧武卫不必多言了。这几日你就不要审问了，3日后我再来，会与萧武卫一起审问。若是丽娘能开口，自然也不会少了你那份功劳。好，今日终是领会到李武卫的霸道。历史高材生穿越成为李元芳，幕后真凶终于浮出水面，有种你摘下帽子，让我看看你是谁。我靠，你真摘啊！我家郎君明日开赛，请李校尉赏脸。我一定赴约。醉香楼包间内，我萧氏可是地宗，区田舍奴，安敢如我？你的烦恼都来自于秋英，秋英一死，一切迎刃而解。下奴滚开！你是什么出身？
也配在我身边而已。你这些日子审问丽娘，不是一直在寻我吗？我亲自来了，你怎么反倒拒之于外？你是丽娘的上线，抓住了我，吐蕃在凉州的暗谍网都能被那位一网打尽，这份功劳真大啊！可那与你相关吗？论功行赏时，就算是秋英那个侄子，都要比你突出，更别提李元芳了。那位里面有你的人，收买几个巡查族，简直轻而易举。与前几代革领相比，秋英的控制力差太远了。他以为来凉州是抓捕我们，实际上是我们故意泄露消息，引他来凉州。很多人不希望那位重新壮大，明白吗？你们如果真有这么神通广大，那丽娘怎么会被抓？那是意外，不过不影响大局。将这份名单交给丽娘，让她交代出这些人，等到秋英死后，你就能瓦解凉州的暗谍网，如何？你要我背叛大唐？不，我要你平步青云，成为新的那位革领。你动手吧，我不愿成为叛徒，连累族人。很明智的选择。在你不了解我的前提下，为了表达诚意，就让你看一看我到底是谁吧。怎么可能是你？你怎么会？你怎么敢？现在你没有顾虑了吧？我握有你的把柄，你也握有我的把柄，这才是合作的基础。由于吐蕃大使案，秋神祭被羁押在凉州驿馆，接下来只要你点头，秋英身边就无人可用了。那李元芳呢？放心吧，我们会解决他的。历史高材生穿越成为李元芳，谁能想到我也有一个少年成年侦探团。元芳在驯兽上也有一手绝活啊，那狮子葱离了你，自是十分想念。现在这头小豹也有如此灵性，真是令我大开眼界。不值一提的小手段罢了。元芳深不可测，却能藏拙，才是我辈最钦佩的地方。元芳，待会来我府上尽情游乐，你可要好好教教我。李校尉，关于吐蕃大使遇害案，我们通过种种线索，找到了一种行凶的办法，来向李校尉请教。愿闻其详。请看，这是一馆上厅的舆图，这些是当夜守卫的位置。邱侍卫在这，胡侍卫在这。这么严密的守卫，凶手是怎么悄无声息的潜入，在不被任何人发现离去的，是此案的最大疑点。为此，我特意找了一间空宅子，让石警带着不良人配合。我们试验了几十次，无论轻功再好，杀人之后守卫被惨叫惊动后，由四面八方包围过去，至少也能与凶手打一个照面。可事实是，没有一个人看到凶手。整个上厅的书房内，只有吐蕃使者的尸体。画得不错，这些都是何景画的，我不敢居功。这是何景根据林武做的描述，重现吐蕃大使念曾古死时的姿势。诸位觉得他生前在做什么？写字。我们也是这么认为的。吐蕃大使是喉头中了一刺而亡，在被凶手攻击的一刹那，他应该正在写字。不过这里有两个古怪之处。林武作，你来说吧。第一个，念正使被凶器杀死时，角度是从下方斜着刺中咽喉的。斜下方，你的意思是凶手钻入暗下等待，趁念正使写字时突然出现，一击刺入了他的咽喉。从刺杀角度上可以这么判断。第二个古怪之处是凶手留下了凶器，这柄凶器刺入念正使颈部，割断经脉，鲜血当时就狂喷而出，念正使当场毙命。历史高材生穿越成为李元芳，谁能想到几个纨绔组成少年侦探团，竟然真的破案。不仅如此，凶器还涂抹了毒药，这显然是存着必杀之意，务必要置其死地。但凶手这么厉害，却留下了这柄古怪的武器，实在令人不解。诸位请看，这凶器怎么这么小？我们起初怀疑凶手是一个孩童，因为只有孩童才能用这样的武器，也方便躲藏。张环招来一群士警子，都是擅长盗窃，身姿灵巧，又找了几个侏儒，让他们模仿犯人，躲避守卫，结果发现还是不行。更何况这柄凶器有个最大的一点，就是握柄太短，无论身材多么矮小的人，手持兵器催发尽力时，都很容易割伤自己。你们看，这凶器可是沾有剧毒的，凶手一不小心，可能先被自己的毒药所害，那就太愚蠢了。分析案件时，要是反应这么快就好了。结合种种疑点，我们通过张环找寻到了一个老铁匠，根据他的提示，发现了这柄凶器真正的作用，它是一件暗器。暗器？这利刃虽然短小，可就明晃晃地插在吐蕃大使的脖子上，怎么是暗器？因为他发射的方式是暗器。事实上，林武作回去勘察现场，还发现尸体旁少了一件东西。少了什么？吐蕃大使死时手握的那支笔。根据吐蕃使节团的口供，他们在发现大使的尸体后，第一没有移动尸体，让他保持着原状；第二没有碰房内任何东西。可偏偏大使临死前写字时握着的笔没了。
将种种线索综合起来，我有了模糊的猜测，请教阿爷。他一语点醒梦中人，石井善于机关之术，便让石井帮我设计了一种杀人工具。诸位请看，这支笔就是一件杀人工具，笔杆内盘着一根用牛筋和藤丝制成的弹筋，凶手先用细木棍压着弹筋，压到底，然后把黄蜡煮了，小心的浇到笔杆里，将弹筋包裹起来。历史高材生穿越成为李元芳，怎么成为神探？小弟破案，功劳归我，小弟错判，自己背锅。等到黄蜡冻好，把木棍拉出来，将凶器卡进去，柄部抵住杆底，做好滑槽，笔杆底部开一个射口，就初步完成了。我做的这个很简陋，凶手的肯定要精巧许多，才能以假乱真。让握笔习惯的人也发现不了破绽。吐蕃大使初用死笔，会将笔尖在烛火中烧一会，一接触火焰，笔管中的黄蜡就会受热融化，弹筋一崩，里面的暗气弹射出来，隔空杀人。万一他烤笔尖的时间长一些，笔杆中的暗气直接弹出来怎么办？亦或者他持笔时笔杆晃动，暗气恰好射歪了，没有射中他的脖子呢？对，这种杀人方式看似精巧，其实是一场不可控的豪赌。凶手真的是这样杀人的吗？我们也想不明白这一点，但根据吐蕃大使尸体和现场种种痕迹，这已经是我们能推测出的极限，请李校尉指点。很精彩的分析，侦查线索，探明真相，这是合格的侦探。一切都是李校尉教导有方。实际上，这最后的疑点恰恰补充了动机，那就是念曾谷为什么要死。凶手是想制造一起政治事件，所以念曾谷死在凉州驿站内，对于吐蕃其实大为有利。诸位认为，念曾谷会为了国家大利牺牲自己吗？元芳之意是吐蕃大使故意配合凶手。这场密室杀人案既是自杀，也是他杀。听李校尉一席话，胜过我等苦思冥想一载啊！那我们可以去吐蕃使节团抓人了，凶手肯定在他们之中。先把那个伯伦暂任抓起来。这案子光是破解了杀人手法并无用处，关键是要抓到那个制作杀人工具的凶手，否则这些说辞都只是推测。吐蕃使节团肯定矢口否认，而我们不可能有证据证明念曾谷有自杀的念头。这也是为什么要将这起案件弄得如此复杂的原因。不仅在验尸环节能够排除掉念曾谷自杀的嫌疑，最恶心的是，我们明明知道吐蕃使节团脱不了干系，也没有证据。别忘了，那支笔名义上是凉州驿馆提供的。历史高材生穿越成为李元芳，刚刚找到凶手的线索，当晚就有人刺杀，咋的？天黑闭眼，狼人杀吗？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抓住那个制造杀人工具的凶手。若是一直抓不到凶手，那收到杀人预告去保护念曾谷的秋神记就成了最大的替罪羔羊。凉州驿馆的上下官吏也要被严惩。设计这个案子的人十分高明，考虑的面面俱到。不过凶手也有百密一疏的地方。我就知道元芳有法子，哈！这次我们合力将吐蕃凶手揪出来。我的意思是，世上本来就没有完美无瑕的事，任何计划其实都有破绽，问题是能不能发现。我现在倒是并没有想到怎么破局，让诸位失望了。元芳又谦虚了，李校尉带我们抓犯人啊！现在确实不是时候，你们继续按照自己的思路追寻凶手的下落。我希望见证你们无穷的潜力被激发。是。夜晚，李元芳骑着狮子聪，手里抱着一只五彩斑斓的公鸡，小黑趴在狮子聪背上。狮子聪我就收下了，这只公鸡中的战斗机，明天还给安中进吧。杀了他。是死士，冲！专诸于长进。你们果然与丽娘有关，害怕被连根拔起，故而主动出击吗？可惜你们找错了人。你真以为自己无可匹敌？所有人一起上！就凭你们！历史高材生穿越成为李元芳，作为神探，平日接触的都是罪犯，我会一点武艺没问题吧？正如我所说，作为神探，身边死几个人也是没问题的吧？不是，秋叔，你不能死啊！李元芳，怎么？莫不是以为人多就杀不了你？拦住他！不对，你这不是剑法，这是棍法。
看来是安排好了后路，逃得掉吗？驾！不好，那是我家，雅叔，你可不能有事。师傅，你没事就好。你速去那位驻地，那里可能也出事了。是李五卫，速退。丘格岭呢？丘格岭在内狱中看守吐蕃暗谍，以防敌人调虎离山。那在外面看守的是萧五卫，他人呢？刚刚看到萧五卫好像也去内狱了，步履匆匆。若论功劳，在外御敌不是更大？你们保持戒备，我去就来。好像是郭飞，是邱英从长安带来的禁卫，颇得信任，平时的地位相当于内狱的牢头。邱叔，邱叔，是我，元芳。元芳，你来了。郭飞是奸细，萧凌也判了，你去看看，他死了没有？没死就下来，我要问出情报。历史高材生穿越成为李元芳，不是一个屋子4个人，死了3个，剩下的1个还是受害人。狼人杀也不敢这么猛吧？咎由自取，死不足惜。救啊！救啊！去看看丽娘，是他杀了波飞，重伤萧凌，他4也受伤了。李元芳，暗谍的名单在我身上都是民间的下层暗谍，我不是唯一的酥皮贵女，还有不少姐妹受到培养，我不希望连累她们。至于我的上线不在名单里，你是个好人，就给你个提示，那是一个本该前途远大的人。李元芳，我想求你一件事。你说。将我和福哥合葬，我生前对不起他，希望死后他能原谅我。好，这样就好。天亮后，李元芳将名单给了裴思简，并且将昨晚的事情告诉了裴思简。李五卫，此次缉捕间谍，以你那位为主，都督府和姑臧县衙将全力配合，折冲府也会立刻调兵。多谢裴都督，我建议直接关闭城门，禁绝出入，将暗谍全部缉拿后再开放城门。封城。我知道凉州是5郡之侯，商洛要地，每日市集商贾往来，一关城门，干系甚大。但恰恰是因为凉州的重要性，抓捕暗谍才更加重要。我愿为此次封城担责。好，李五卫，老夫信你。封闭城门，抓捕暗谍。没多久，抓捕就已经结束。禀裴都督，李五卫还剩余2人在逃，正全力缉捕。很好。不过这个行动抓捕的是底层暗谍，丽娘的上线很可能是吐蕃在凉州的首领级人物。此人手下培养了大批的黑衣杀手，危害极大。抓不住这个人，终究不得圆满。有线索吗？历史高材生穿越成为李元芳，让你们查凶手，你们查账本干嘛？什么？找到线索了？没错，我让他们查的账本。萧凌前日还向我请功，如果早是奸细，不必多此一举。我认为他是被敌人许以重力，临时策反。贼人兵分2路，发动的十分仓促，恰恰证明了是自乱阵脚，被我们逼急了。元芳分析的很有道理，老夫倒有一个猜测，你们是不是无意中做了什么，逼迫贼人不得不提前为之？我也有过类似的想法，可实在想不明白到底是什么事情。裴都督，李五卫、外面康大郎等人求见。裴公，这几位自称侦探，识破了凶手在凉州驿馆的布置，那个密室杀人已经破了。崔县令怎么没与我说？那倒要见一见。见过裴都督，见过李校尉。裴公得知你们对吐蕃大使案的侦破，甚是赞许。你们不要紧张，把推理过程再说一遍。我们昨日按照李五卫的指示，从材料源头追查线索，搜查了不少店铺书肆，将近期的账本都归纳到了一起，希望能找到线索，捉拿制造杀人暗器的凶手。你们要通过账本查什么？暗器机关我们不懂，但凶手既然要制作杀人工具，总要比，而且这种杀人暗器所需要的机关极为精巧，不是一次就能攻成的，很可能需要多次试用，凶手就可能多次买笔。我通过驿馆的小吏打听到吐蕃念正史不喜欢字，而是更偏爱了好笔、狼毫笔，还喜欢用北笔。我去询问了书肆的铺头，才明白北笔内部是用狼毫，外面用的是兔毛，但体粗锋钝，笔杆更粗，吐蕃人应该喜欢那种风格。于是我们就专门挑卖狼毫北笔的铺子，不过问了几家，那些铺头都推脱记不清楚，就干脆让张环和竟把所有卖笔的大铺子账本都收了回来，一本一本慢慢查，贵重商品都记了刻名，可供退换。把账本拿过来，立刻就查。对比暗谍名单，先查那些商铺。历史高材生穿越成为李元芳，线索越来越清晰。我来看看。卧槽，怎么一查一个自己人？这里是酒厂吗？裴公高明，只有吐蕃暗谍才会将我们追查原材料的消息报上去。万一凶手真的在这方面露了破绽，他们才会狗急跳墙，当晚就展开袭击。我这里半月前卖出去5只，还是一个人所买，怎么会是卢三？
这名字似是一位仆从，他的阿郎是谁？我不敢说。裴都督在此，你又是衙门差人，有何不敢言？尽管说来。此案关系重大，涉及上官，我位卑言轻，不能乱说。上官？你的上官是我阿爷，我家中何时有卢三这样的仆从？再上一点。崔县令，这家书肆开在城东偏僻的位置，铺头曾有反抗举动，后妄图自尽，已被证实是暗谍。那买笔的崔县令，如果买卖两方都是奸细，这笔交易为什么要记在账簿上呢？因为下层暗谍没有资格知道高层暗谍的身份，他们去书肆询问，都推脱记不得有客人买笔，这也是山谷的心照不宣。只是没想到张环和竟会直接收走账簿。可崔县令已经是一县名府了，没道理从贼啊！老夫也不信。无论如何，必须要查一查。几人分头行动出发，很快在都督府重新会合。崔县令十分简朴，身边的随侍只有2位，一个是老奴田公，另一个是买笔的卢三。他们和崔县令的原籍都是湖州，说的也是湖州话，口音很重，很好分辨。确定了，那个卢三常常在那里闲逛，喜欢吃的店铺都记下了。而崔县令往往办公到很晚，他就一直候在衙门口，等崔县令出来了，在前面牵马掌灯。除了买5根狼毫笔，这卢三还买过其他文房四宝吗？买过。此人出手大方，崔县令似乎也喜欢练字，笔墨纸砚耗费都很大，又似乎用不惯衙门里的，常常在大铺购买。那卢三有习惯去的铺子吗？似乎没有，目前接待过这个人的朝市和西市都有好几家。历史高材生穿越成为李元芳，破案在即，却没想到我居然已经中招了。这不对吧？如果有习惯的笔具，为什么还要去其他铺子呢？也许人家习惯用家乡的笔具，凉州的就是不舒心，所以在不断更换呢。至少从目前看来，单单卢三买笔这件事，并不能说明他就是心怀不轨，用来制作杀人凶器。我明白了。一位县令投了敌国，绝对不是值得期待的事情。何况崔县令待人不错，我对他提供的免费烙浆还挺感激。等一等，你们去血馆把那些装烙浆的罐子搬来。走都督府后门，速去。把里面的烙浆放掉1罐。石井，你去查一下里面，看看有没有类似于狼毫笔的杀人机关。这些浆桶都是崔县令在学堂设立的，为学子解渴，就当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你细细查一查。好像真的不对劲，是下毒所有的暗槽。确定？绝对没错，这种暗槽极为精巧，需要时将毒囊置入，可以设定投毒时间，难以追查。居然如此歹毒！崔县令在等待机会，市面上有哪种饮品比较流行？他到时候命那名血馆内的暗谍将罐子里的烙浆一换，投下毒药，小郎君贪图嘴馋，到那个时候后果不堪设想。既如此，我们就为了各自的国家好好斗一斗。裴都督，他查到什么了？怎么单独把我叫来？崔县令，昨夜贼人萧狂冲击内卫，幸得李武卫力挽狂澜，问出暗谍名单。此次审问就在县衙办理吧。还想试探我？肯定是还没有掌握证据，我得稳住。多谢都督栽培。这都能沉得住气，那就再添一剂猛药吧。你是举明经出身，哪一年的？永徽2年。弱冠之龄便明经及第，才华横溢啊。历史高材生穿越成为李元芳，案子虽然破了，但我心心念念的西域美女信息还没有问出来。喂，等下再死，说说美女啊。都督目在了。引经据典，饱读经学，既是如此出身，又何至于丧尽天良，毒害孩子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，这件事还未发生啊！你身为民，保家护民，安定一方，乃异地百姓的父母官，为何沦为翻贼走狗？我沦为翻贼走狗？呸！若无吐蕃之助，我至今还是一个小小州叛，卑微受气，哪来的上县民府，威风八面？这么说，你对于朝廷早有怨怼？老吴，你问这等话不觉得可笑吗？你若不是出身高门，如今的官品还不一定有我高呢。我只是没想到江南道竟是如此。我一人之事，与江南何干？萧凌是兰陵萧氏，你是湖州人士，结果都投靠了吐蕃。可惜啊，多年靠向朝堂的努力，就因为你们2人要付之流水了。你死了，却连累无数的乡人邻里，恐怕他们要铸一尊铜像，让你跪在祠堂里，日日唾骂，遗臭百年了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拿纸笔来。昨夜袭击内卫的死士就躲在这里，你们封了城，他们没办法逃出去，但有一条地道必须提前堵死。吐蕃正10年，曾虎确实是我用机关所杀，他也默契配合，
我愿写下认罪状。你的下线是不是有一位酥皮贵女丽娘？没有，我知道的都已经说了。不好。崔县令的老奴和卢三被抓，黑衣人的地道也被围剿。速速归来！是那个首领，不好，对方要灭口。历史高材生穿越成为李元芳，都说为兄弟两肋插刀，马上就要进京了，临走肯定是要先插上兄弟2刀。好狠的手段！果然是凉州驿馆，你跑不掉的。很快将人抓到，带回了都督府。你就是丽娘的上线，吐蕃在凉州所有暗谍的统领。丽娘，不要再提这个名字，要不是他，你们能抓到我们？你现在强硬，接下来也会交代的，带下去。是他吗？不是，此人只是一个替死鬼。前日圣旨已经到达凉州，老夫将要带着使节团回京，而今又发生这么多事情，更要速速动身。元芳，你也要随我同行，此去长安，圣人必然相招。我要离开凉州，去长安了。幕后凶手呢？人是不能进的，凡心也难倡议。只要那人还为吐蕃效力，我们就还有机会。夜晚，众人再次聚在醉香楼。是你？嘿，这小畜生还敢冲着主人吼！我可是将你养到半年棒，还赠与元芳的，你这就忘恩了。钟敬，我记得那晚不良人围住你时，你使的是一根短棍。元芳怎么突然想到了这个？我练的是少林达摩镜，传译的师傅是少林寺13棍僧之一，他昔日还擒拿过王仁泽呢。原来如此，名师出高徒。钟敬，我们分别在即，不如切磋一场如何？元芳说笑了，我自从回了凉州，就疏于练武，整日斗鸡走狗，与你打，那不是自找不痛快吗？元芳，你去了长安，不会愁寄养，没有对手的。历史高材生穿越成为李元芳，抓不到凶手，那就抓兄弟。你说我用兄弟顶罪？不，我只是想引出幕后的那个神秘人罢了。长安确实者众多，不过也是眼高于顶，尤其是那2管6学里面颇多骄狂之辈。钟敬还在对那事耿耿于怀啊！什么事？他们骂我狐奴。真的是他吗？我不相信真凶是安中敬，但他又确实有嫌疑，所能做的只有通过那位渠道将自己的分析呈报上去吗？小黑，回来！元芳刚才怪怪的，那口气像是审问犯人。分别在即，他可能是放不下这里的事情吧？可惜作为好友，我们帮不上忙。不，你们帮了大忙，谜题已经全部解开了。得罪了。元芳，你在做什么？真是天衣无缝，现以嫌疑人的身份缉捕2位，罪名是策划谋害吐蕃大使，策反武德卫骁陵刺杀葛岭秋英，于凉州一地组建暗谍和杀手组织，希望2位配合调查。我们怎可能与吐蕃的奸细有关？元芳，你在说什么胡话？元芳，你近来太累了，真的不该如此胡思乱想，那些罪名与我们何干？让他抓，我看谁敢动我。你真敢啊！李元芳，我把你当好友，你这么对我，钟敬，冷静，元芳是职责所在，不是恶意。历史高材生穿越成为李元芳，我就想抓个嫌疑犯，结果居然有人阴阳我，抓他没抓你是吧？一起抓了。元芳，你天赋过人，又出身高门显贵，不该陷入这等恶事中，会难以收场的。内卫之责，保家卫国，暗谍之用，看似不比沙场争锋，实则更加凶险。一条情报的价值，或许能抵前线千百将士的性命，岂能懈怠？我敬佩那位职责，但那不是让你把身边人都怀疑一遍的理由。我们是朋友，你竟然疑心我们，李元芳，你是不是为了利？哼，反正你就是不信我们，气死我了。钟敬，你在盛怒之下还能念及交情，不用言语伤我。相比起来，我实在惭愧，但职责所在，不得不为之。元芳，那理由呢？你怀疑我们，总要有理由吧？钟敬，你这件贴身短衣常穿吗？常穿啊，怎的？
小黑从你的衣服上嗅到了那晚围杀我的黑衣首领的气味。单凭这点，你就怀疑我，实在荒谬。平日里能接触到我衣物的仆从不少，怎知不是有人故意陷害？别说仆从，刚刚把臂跳舞时，凶手如果动作巧妙，就能将粉末涂抹在你的衣袖上，难以察觉。而且丽娘当时也是你放进来的，那我还不能有些同情之心？马球赛完，我们聊起福哥，都有几分惋惜。思伯，你那时也是这个想法吧？丽娘丧夫心切，人之常情，换成我也会听一听她到底有何冤情。怎知此女包藏祸心，是吐蕃嫡系呢？元芳，你实在疑心过重了。那萧凌呢？他曾是令尊麾下禁卫，来到凉州又拜会于你，结果不出数日就被敌人策反。萧凌拜见钟敬的时候，当时思伯也在场吗？我在。一个巧合是巧合，但多个巧合结合在一起就无法解释了。此种种虽然都不是直接证据，但每一起案子都与你有或多或少的关联，有着嫌疑的指向，所以必须拿下你。历史高材生穿越成为李元芳，不枉我演了这么久的戏，连好兄弟都抓了，终于上当了。不对，你如果将我下狱，消息传回长安，我阿耶戍守宫门，他怎么办？元芳，我安氏对大唐忠心耿耿，我阿耶深得圣人信任，我真的不是间谍，你要相信我。思伯，你怎么看？钟敬为了凉州的安危，为了陇右的稳定，没办法了，我们只能受些委屈了。以元芳的能力，相信他会还安氏以清白。不过我觉得凶手或许就是期待这一幕的发生呢。抓到你了。元芳，你在怀疑思伯？他与我一起长大，绝不会为吐蕃卖命的。不会为吐蕃卖命和成为吐蕃暗谍组织的头脑并不冲突。丽娘被抓是意外事件，吐蕃大使被害案是贾思伯布局的第一个案子。即便崔县令被歪打正着，漏了破绽，最后我们真的赢了吗？崔县令是我大唐的县令，一地名府，结果背叛国家，谋害使节团正使。无论怎么看，这一案的结果仍是我大唐灰头土脸。别看吐蕃使节团做贼心虚，现在不敢再闹腾，等到回国后必然会再起波澜。这就是贾思伯的风格，随机应变的同时，凡事又都做好两手准备，谋略出众，进退有度。贾思伯所做的第二案是策反萧凌，萧凌在看到他的真面目时，发现和你形影不离的武威氏族居然是吐蕃奸细，肯定大为震惊。如果萧凌成功了，在内卫中埋下一个钉子，那固然好，反之萧凌暴露也有作用。历史高材生穿越成为李元芳，就因为兄弟当初说带我看美女不了了之，我就把兄弟一网打尽。萧凌和崔县令都是江南道的官员，他们同时叛国的行为，必然让中央对于江南士族生出敌视。当然，如果萧凌行动失败，直接被活捉，如何让他不直接交代？你应该也有所应对。如今回想，萧凌死于狱内，或许不是意外，是他传递的某种消息，让丽娘知道要杀他灭口。马球在当晚发动的袭击，是他策划的第三案，甚至还化身为黑衣首领，亲自动手。如果能杀死我，他自然不会手软；如果失败，撤走时也撒下粉末，做好铺垫，在合适的时候放到你的身上。今晚发生的事情是那一晚的延续。他见我要离开凉州了，就借着跳舞的机会，将粉末偷偷放在你的衣内，又让人引来本该在狮子聪背上的小黑，将嫌疑指向你。这件事偶然性很大，不见得一定成功，但失败了也没关系，反正没人会怀疑他。我是有几分极致，但元芳所想的这种机关算尽，步步为营，听得我都感到不寒而栗啊！证据呢？元芳所言至此都是猜测，可有一件证据能指认我是做下这些事情的幕后凶手。元芳，我知你破案心切，但也不能空口白话，污人清白啊！元芳，救我，救救我安氏！钟敬，这次其实是你自己救了自己。我做了什么？你还记得大胜吐蕃马球队的庆功宴中，丽娘还没出现时，你对我说了什么吗？我记不起来了。贾思伯总还记得吧？那时安兄要将安府的娘子介绍给我认识，你接着说了什么？历史高材生穿越成为李元芳，当官之后竟然直接派人到兄弟府上抓女眷，所以兄弟，你还是招了吧。你当时说贾府也有不少好妹妹，对吗？偏偏丽娘说过，她还有不少姐妹受到培养，和你府上的好妹妹会不会是同一批人呢？你后来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吧？所以是不是暗中劝告钟敬，让他不要介绍妹子给我，以至于我到他府上都没点娱乐活动，玩了一晚上斗鸡？是啊，司博士劝我不要做那些事情，惹得元芳看清。难道你那些庶出的妹子里面还藏着吐蕃的间谍？李元芳，你不要得寸进尺！你敢动我府内的女眷，我贾氏绝对要发动天下士族，让你再无立足之地。别误会，不是我。那位巡查族秋神记收到密报，吐蕃谍系伪装成贾氏庶女，藏匿府中，
妄图对贾氏不轨，丘巡查心切，已经带人封锁贾府，详查所有女眷。轰进去，详查所有女眷，找出吐蕃暗谍，一切责任我丘神纪全担。李元芳，你欺人太甚！你步步为营，我也步步为营，这场对决终究是邪不胜正。城内胡商的侍从里有3人自称会说苏皮话，已经全部带来。和小娘子一起带过来吧。他说他想回家。阿郎，你先走。我一直以为我们是最好的兄弟，你心中竟这么恨我？还没有到恨你的地步，我只是恨这个出身。经此一事，你恐怕也有成长吧？待我斩首示众时，来送一送我。3天后，福哥和丽娘的墓前。元芳，我要先你们一步回长安了。想通了。是啊，我不想只凭足音，做一个无所事事的纨绔。我要重回学馆，习武学文。将来若能镇守一方，抵御外敌，方才不负此生。历史高材生穿越成为李元芳，第一次从凉州进京，这么好的代购机会怎么能错过？一包茶叶，一套茶具就拿下了法门4高僧，真值。师傅，你要走了吗？裴思姐、秋英和李元芳等一起回京述职的路上，在齐州驿馆与长安卫队交接。那就是法门寺了吧？那座高塔是舍利塔。六郎慧眼如炬，那舍利塔里供奉着的可是佛祖释迦牟尼的真身舍利。当年寺内不幸遇了火灾，一片冲天火光后，舍利塔烧的就剩下塔基残垣了，唯独供奉佛骨舍利的台座安然无恙，连一丝焦枯的痕迹都没有。还有这事，咸庆5年时，圣人迎舍利于东都洛阳，供养3年。我那时还小，有幸沐浴在舍利的佛光下，顿时觉得满身祥和，原本多病的身体也康健许多。确实神异。听闻中土参禅讲法，大开方便门庭，广运慈悲周济，小僧特来拜会，为何阻我于门前？阁下远道而来，必似自当欢迎。然身属使节，需入西京取了宫宴，我等才好接待。佛国界，普度众生。福无国界，人有国属。好水平啊！这小和尚不开心了，明镜生辰，佛法没有修到家啊！走，我们进寺内转转。施主且。鸣沙高僧亲迎，我深感荣幸，不知大师法号？不敢称大师，老僧法名。原来是法名大师。请施主移步用些斋饭。好，我也喜欢饮茶，近来琢磨出些独特的饮法，也请诸位品尝。此物为我赠与贵寺，聊表心意，还望大师收下。多谢施主。历史高材生穿越成为李元芳，进京直接遇到狼灭王孝杰。靠，这可是能吃人心肝的勇士，大家闪开，都别惹他。哎，你怎么不听话呢？让我们跟暗谍一起入京就算了，现在还让我们跟在囚车后面，吐蕃勇士可杀不可辱。噶尔家族就是这样的教养吗？李元芳，这就是你唐人的待客之道吗？我是吐蕃正使，你们岂可如此辱我？反贼，暗室偷袭算什么好儿郎？可敢光明正大与我王孝杰大战一场？李武卫礼贤下士，此子竟如此无礼。卑职见过李武卫，多谢李武卫相助。鸠摩大师呢？小明王去拜访法门寺，至今未归。阁下搬出正使的身份，我天朝上国是礼仪之邦，确实要忍你几分无礼。不过你伯伦赞任也是勤练涅槃境的高手，可敢与王卫士堂堂正正一战？王孝杰像得到家长认可的小学生一样，昂首挺胸站在队伍正前方，仰天用鼻孔看着伯伦赞任。你可敢一战？我是何等尊贵的身份，岂会与这区区一个小卒交手？你唐人若是想要练练，师者你来与他一战。伯伦赞任，是你先动手挑起争端，就不该让旁人替你。你不是对使节团入城的队列颇有异议吗？你赢了他，接下来的路，你们使节团与囚徒分开。好，好好打，不要坠了我大唐的威风，我信你能赢。谢李武卫，反贼，来啊！
两人经过激烈的一番打斗，最终王孝杰将无人暂认的武器抽飞便结束了。幸不辱命。历史高材生穿越成为李元芳，见到邱叔的亲哥哥，就是为啥气氛有点不太对？亲兄弟床头吵床尾和，有啥矛盾说给我听听，虽然我解决不了，但是能图一乐。好，我大唐真是人才济济，不必顾虑，顺其自然便可。正好元芳来了，老夫有事与你说。魏国公府来人了，国公盼你早点回家。好。宫中来人了，圣人对你很是看重。国公府那边，老夫为你严明，你去准备准备，入京面圣吧。谢裴公。圣人相招，你随我同行，去将守卫安排好。我们走后，对囚徒的看守一定不能松懈。是。孝杰豪勇之士，对待吐蕃使者需遵守我上国礼节，也无需刻意忍让。我唐人不行怯懦之举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李元芳直奔邱英房前，将事情告诉了邱英。元芳，既然圣人相招，我又有伤在身，你可以独自去面圣的。若无邱叔，哪有我今日成就？人岂能忘本？此时宫中来者是邱行公，也是牵牛背身，与我兄长素有旧怨，我不想连累你。旧怨是指？我兄长性烈如火，邱行公曾被当众折辱，一直怀恨在心，难以化解。都怪旁人胡言，我竟以为邱兄病重，将不久于人世。此时见邱兄健壮如初，就放心了呀。让兄长挂念了，我辛苦劳碌，为圣人办差，不比柴兄在宫中享福啊。这位就是李六郎吧？少年大才，文武双全，初入内卫就能有这般功绩，可把长安的才俊都比下去。燕有幸入内卫，只为报效国家，位上分忧，不敢与长安才俊妄作攀比。哈哈，既如此，我们出发吧。圣人相招，刻不容缓。邱英、邱行公、李元芳、邱神记几人快马加鞭，晚上到达了长安，进入到大明宫内。陈秋英奉敕令拜见天皇、天后。历史高材生穿越成为李元芳，明明被皇上召见，结果没想到直接被打入冷宫，还好有太子垂怜。皇上，我可就跟太子走了。免礼，赐座。四郎，你被逆贼所伤，该好好休养，快马赶来，身体可有碍？圣心抬爱，臣万死不辞，区小伤何足挂齿。四郎一腔忠心，朕等你康复后继续为朕分忧呢。是。邱英将凉州的事情仔细叙述了一遍。没想到吐蕃已做到如此地步，如今已成大患。四郎，你此行不辞辛苦，戎马西行，勤在缉捕，洞察敌谋，与国大功，受壮武将军。谢圣恩。你们舟车劳顿，朕也累了，改日再见吧。你看这李元芳如何？相貌周正，英气勃勃，是个重情重义的好孩子。刚刚你不理他，他很失落。小小年纪，有勇有谋，最难能可贵的是，刚刚他并不愿对邱英夺走功劳，懂得知恩图报。这样的小郎君跟在太子身边，朕心甚安。按理说其中功劳讲得明明白白，为什么对我那么冷淡呢？原本叫我来汇报，现在直接无视我。臣拜见太子殿下。不必多礼，我对凉州之事颇多好奇。邱公有伤在身，是否不便？臣确实有伤在身，然李武卫全程力战，立功颇多，由他向殿下禀告，胜过微臣。那就有劳李武卫了。那些苏皮贵女安置在何处？与贾思伯和众暗谍一同已至齐州。好好对待他们。吐蕃国内矛盾积攒，必要时可从内部下手。那名叫丽娘的女谋，能在短短2年内让一个契丹逃民成为高门贵人的座上宾客，值得警惕。殿下保重身体。历史高材生穿越成为李元芳，刚进京就夜宿皇宫，这不得好好宣扬一下。不是，你早说皇宫闹鬼啊，我可以不要这个名望值的。自大飞川战后，凉州市价涨幅几何？凉州这里原本1文钱能买2个鸡蛋，5文钱1升醋，11文钱1斗米，40文钱1只鸡，后来都要涨上3、4分。3、4分啊，百姓不易，这还是凉州陇右之地，今年收成如何？收成不佳。关中今年也不好。昔日安氏灭凉，番胡所筑良多，此次若是安前歘为孤鹰已被污蔑，吐蕃系坐在趁机生乱，凉州必遭重创，甚至波及整个陇右。可幸有李武卫。
不敢当殿下赞誉，殿下保重身体。无妨。那贾思伯所为，既要祸乱凉州，也是针对内卫。此举必有朝中之人为内应，要找出这个人。不愧是9岁开始10年内监国6次的李弘，怪不得后世讲老君当治。李弘当初，可惜啊，李弘这身体跟李治简直是一脉相承，还要更差。李武卫，我的病会传人，你即使身体健壮，也需留意。多谢殿下关心。李武卫功力好深厚，我幼时也想练此真劲，可惜身体太弱，只能吸一心神清净，不染外瑕了。夜已深了，殿下还是吃些东西，早点休息。都怪我身体羸弱，既然夜已深，李武卫，今晚你就夜宿宫内吧。进长安的第一天就留宿太子宫侧殿，传扬出去，自己在长安的名望就起来了。No。李武卫，你晚上若是听到异响，不必理会。殿下，臣不明白。近来院内少阳，似有异常，不少宫人晚间见到有白衣飘动，又听闻有无头宫婢行走，我不太信。李武卫气血阳刚，自然更不惧这些。你宫内闹鬼，还留我住下？